福建舰24海试准备了大概14天，它就出航了，从长江口一路开到渤海口。它跟辽宁舰共同测试，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事实上歼35已经上舰了，然后在测试 A 舰起 B 舰落的战术操演。它也做了一个 U-turn 的测试，在福建舰没有黑烟的情况之下，它如果可以飙到28.3节的话，那事情就大了，那就真的有很厉害的黑科技在。新型隐身巡防舰就是我这艘船还在西装的时候，再来的话它就已经出海试了。跟它构型最接近的是瑞典的 Visby Class， 这艘船应该有上到2000还是2500吧，它比056A 大，但是没有到054A 的排水量。后面有一个北大在海之20的甲板，这个如果一旦成功的话，很可能会把056A 又交给海警，甚至搞不好取代054A 也不是没有可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福建舰24海试的部分。第一个，他5月23号就出去了，对，他5月8号回到造船厂，然后准备了大概精确的讲14天，然后他就出航了，就出去了，而且他是从长江口一路开到渤海口。大陆那边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是去接飞机的，因为歼35的制造厂在辽宁。至于是不是真的去接飞机，问号，因为没有任何正式官宣的东西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有提到一点是，他跟辽宁舰共同测试，因为辽宁舰刚刚大改装完出来，对，它从训练舰变成作战舰，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事实上歼35已经上舰了，然后在测试 A 舰起 B 舰落的战术操演。然后这次还有一个是，他也做了一个 U-turn 的测试，对，直径只有3.4公里，所以在3.4公里直径对一艘船来讲还蛮大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平稳状态下的大转弯，可以做到多小的直径了，而不是一个真正那种闪避鱼雷这种战术动作的转弯。至于它的速度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估值，以我估的话，它是大概是在22节左右。那这位仁兄他是估的是2到28.3节，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估法有点偏高了，因为就是同样的那个距离，那个长度是跟我估的是差不多的。但是他算的时间是6.75秒，我算的时间是差不多将近9秒。对，所以可能这个是差异会是在这里。就是我当时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在福建舰没有冒烟的几乎看不到烟的黑烟的情况之下，它如果可以飙到28.3节的话，那事情就大了。你飙到23节，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轮机，竟然还不需要上蒸汽锅炉，那就真的有很厉害的黑科技在了。有没有可能是锅炉只有发电，那个就是船的部分是用电机带动，全部都是转成，但一样会冒烟啊。我知道，但是就是说这样它可以很平稳的做动力转换啊，就是它的动力不是像你看我们台湾的油电车，像 Toyota 的，它就是油电混动嘛，就是低速用电嘛，高速是油加电嘛，但导致它的动力配置会很复杂。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也之前有人猜过嘛，就是说锅炉只负责发电，其他的话就是都是用电去带动。就是这个不是，但是你对这么大台电机有可能加速到那么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那么大的输出啊。对，你才能推得动那个，不然的话你上面要有多大的电池去做这种瞬间的加速。对，这不是潜艇这不是一艘6000或者1万吨的潜艇，这是一艘8万余吨的航空母舰对，你需要多大的电量去做这个事情？对，你怎么可能在就是真正就是轮机没有直接驱动的情况之下做到这件事情？它如果说真的能做到的话，那就真的神的有点可怕了。那就真的是黑科技了。你的顶峰航速越高的时候，对，你能够给舰载机的浮力，你能够给舰载机起飞的相对升力来讲就会越大。对，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航母基本上都要可以跑到30节以上。对，因为它才可以挂载更多。上次给大家，对，它才能够用像差不多以满载的状况，然后去做这个弹射起飞。没错。OK， 好，那这个是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已知的24海试的情报。那再下一个，大概完全没有人管的是那个新型隐身巡防舰的部分。这个好像我跟郑总没有聊到这件事。
有看到右上角那张图就是嗯我们第一次获得，就是这艘船还在西装的时候，对再来的话它就已经出海试了。跟它构型最接近的是右下角那个是瑞典的 Visby Class，对，维斯比级。那事实上以这个构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没有一点最上级的影子在，因为说实在的啦，这个就跟以前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殊途同归了。这个我是觉得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啊，你搞隐身设计，搞到最后大概可能都是差不多，因为你要怎么样去构成最小的雷达反射角嘛。所以你在不断的这种测试之后的话，你很可能照出来的形状大概都可能不会差到太多。但这个吨数绝对是比维斯比级大啊。大很多。对啊，因为那一次郑总编他估的话，他是说至少1000吨，1200到1500吨左右，不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艘船应该有上到2000还是2500吧？它比056A 大，但是可能没有到054A 的排水量。那这艘船上面的话，理论上除了舰首的隐身主炮，还有那个后面的海红旗10之外，它中间可能就是还有一个16或32的垂发。至于激光武器的部分不知道，就大家看左上角那张图。激光武器的部分现在还不确定。因为激光武器这个还牵涉到船本身的发电量的问题。那至于他前面讲的，他是说会用到2030的近防炮，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这可能会比较有 question mark 一点。我是觉得比照那个福建舰上面那个就是使用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的1130，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的船配到2030近防炮就有点夸张了，因为2030近防炮的那个耗弹量是比1130多了快1倍啊。然后后面有一个可以搭载海之20的甲板，确定。那看起来可能还有，这张照片是实拍的，对不对？对。这照片都是实拍的，它不是合成的。这不是军方公布的吧？不是，那个是军迷填上贴纸的。对 ，OK，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右边目前它这个在海试的这个照片，它上面到底装了什么？除了确定有一个海红旗10之外，其他的都没看到。我个人认为这个如果一旦成功的话，很可能会把056A 又交给海警。最近有听到这个说法。甚至搞不好，取代054A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056是该交了啦，因为目前依照中共这个海军推进的速度，还有再加海军对这个新建的需求，我认为056交是迟早的事情。